保存，并且重新加载。OK， 可以看到现在4个关卡都变了。突然意识到第4个关卡，如果按我们参考图里面，它应该是一个粉色的背景，所以呢这里没有改过来啊。我们改一下关卡4，背景应该是一个粉色的背景，拖一下我们粉色的背景，这样看起来才可以，对不对？回到这个位置啊，现在需要处理一下，处理什么呢？就是一个鼠标的点击事件。所幸啊，我们所有的 UI 节点它实际上都是有一个信号的，这个信号就是 GUI input， 因此呢，我们直接链接自身的 GUI input 的信号。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个 event if event is input event mouse button， 并且这个 event 是一个按下事件，然后再进一步的判断，如果这个 event 的 button index 是我们的鼠标左键 ，OK， 那代表它点击了当前啊，我自身被点击了，可以用一个信号告诉上一级我们自身被点击了的这个事，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打印啊，来测试一下我自身是否有被打印。好，这样万事俱备之后呢，再回到我们 select 这个场景，然后运行当前场景。运行当前场景，它直接报错，报错的原因是这个位置它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纹理，那所以呢，我们这里也不麻烦了，直接把这个纹理设置也挪到这个位置，重新运行它0123啊，但是我应该是重新设置完之后呢，它里面的值就不见了，所以呢，这个地方还稍微的麻烦一点，我们还需要重新的设置0啊，这个是2、3和4个关卡运行，不是运行当前这个场景啊，运行当前场景。1、2、3、4，点击发现它有一个 TillMap 的事件，一直在打印，这个打印给它去注销掉啊，重新运行当前场景。如果我点击，它直接能够打印出当前这个信号，是吧？那就可以了。我们回到 Level 这个位置，回到主场景里面吧，回到我们半节点里边，给这个节点状态树添加一个新的状态，我们可以添加一个选择关卡状态。这个状态叫做选择 select level that 啊，选择关卡，给这个状态添加一个状态的转换啊，叫做 to game 到游戏啊，不需要修改。上面的上一级我让它跳转到选择关卡状态，叫做 to select level 啊，跳转到选择关卡。这个改一下 to select level to game， 它改成啊，我可以从游戏画面跳转到 to select level， 跳转到选择关卡界面。改成选择关卡界面了，里面的信号改成 to select level， 这样改一下。那么依然是需要有一个进入当前这个状态时候的处理方法，这个处理方法可以挪到这2个方法之间，跟我们状态图的顺序一致。实际上这里我们之前已经实现了一个 menu form， 现在呢我们还需要实现一个 select level form。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跟原来这个当前场景一样的一套方式，那就是通过一个单例啊，我们有一个当前 form 啊，设置它一个 value。如果当前 form 存在的话，我要从这个 UI 层上 remove 当前 form， 之后呢，执行这个当前 form 的释放方法，完成赋值的操作。完成赋值操作之后，判断如果它当前存在的话，那么我给这个 UI 层添加上子节点，也就是将这个当前 form 添加上，这样就可以了。用类似的相同的方式，这样呢，我们需要改写一下这个位置，给它赋值的就是当前的 form， 当前的 UI 界面，修改一下后续的这几个位置。在这个地方，它需要传的也是 to select 选择关卡场景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改写它啊。这个添加子节点也不需要了。那么在这个位置，当前 form 就等于我们的 select level form。那么把 select level form 的场景拖在上边，拖在这个位置啊，方便我们实例化的操作。拖在这个位置，回来是一个 select level form 它的实例化。实例化完，我们看一下。当前如果它这个位置啊，我还需要回到这个位置，回到这个 select level form 啊。除了这个信号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信号需要操作，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需要给它一个脚本。在这个脚本里边，我们来实现一下。首先，这个按钮是一个 close 按钮，拖过来之后呢，容器的每一个子元素我们也需要注册一下。那这里就用一个 for 循环来搞定它吧。在 ready 方法里边那我们可以告诉外界2个信号，分别是 button close 点击的信号，以及我们当前某一个关卡被选中的这个信号，好吧，2个信号。那么在 ready 方法里边，我们需要去实现它。如果我当前这个 button close 这个按钮它按下的这个事件发射了的话，那么我让这个信号的处理函数发射一个自定义的信号通知给上一级，用这种方式来实现。那么还有另一方面 for 循环获取所有的这个 level 的 validate， 那么在我们当前 grid 的容器的所有的子节点，那么获取它，然后它有一个按下的自定义信号，对吗？那么链接这个自定义信号链接到哪儿呢？链接到我当前关卡被选中的这个信号，并且告诉外界是哪一个关卡被选中了，这样就可以了 OK 吧。好，那我们回到上一集，回到 man 节点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它的2个信号我们就可以接收到并且进行处理。一个呢是这个 selectable form 2个信号改一个名字吧，叫这个名字。一个是按钮close 按钮被按下的这个信号，我们要链接一下。如果它返回了，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呢？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也就是说添加一个新的切换，在这个切换里面，我们让它退回到我们 menu 状态 to menu， 然后在这个位置选择 menu， 然后 to menu 返回这个状态。OK，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找到我们状态图，让它发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叫做 to menu， 理论上这样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们来测试。还有另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刚才自定义的另一个信号，这个位置改一下。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关卡被选中的这个信号。这个信号的处理函数里面可以接收到一个参数，就是我当前的这个关卡场景。因此在这个位置，我有了这个关卡场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上面跳转关卡的这个方法给它挪到这儿来。与此同时呢，上面的这个隐藏是不是也不需要了？我们让它进游戏的时候，只需要告诉它切换到 select level 就可以了。然后下面这个地方，我们直接让它 to game 切换到游戏的状态。这个地方它需要切换 level things， 传进来的就是这个场景的文件，对吧？关卡的场景文件。这样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纰漏。游戏跳转到选择场景的选择关卡的场景，返回新游戏，选择任意一个关卡。选择任意一个关卡之后，我当前的这个 UI 没有被隐藏掉，这个呢我们可以暂时在这个位置处理一下。怎么处理呢？当我进来的时候，我把当前 UI 给干掉，或者叫做给隐藏掉，因为是临时处理嘛，所以我们给它隐藏掉就可以了。另一方面，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3号关卡的图标加角标丢失了，我们需要给它补充一下，重载，这样呢它就有了。再去运行，选择第3关，直接进入到第3关。那么这样一个关卡选择界面和选择关卡的功能我们就实现了。好的，各位同学们，我们这期的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还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可以给我一键3连。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加入老李的知识星球，在知识星球这个网站或者是 App 上面搜索老李游戏学院就可以看得见。好，那么这期视频就是这些，我是老李，一个游戏人，除了游戏我也不会别的。下一期我们要着手实现一个选择玩家控制角色的界面，大家加油，拜拜。